能说一下相遇前你怎么提升能量的吗？没在提升能量的。人家这样人家听到没在提升能量，但你又要说提升能量。其实所谓的修行啊，或者开悟啊，或者灵嗯性提升啊，或者灵修啊，嗯这些东西到底是干嘛的？其实是有两个不同的面向啊，就是嗯如果我们现在身处的地方是个游戏，是个嗯游戏，就像线上游戏一样，那我把开悟就把它比喻成登出。嗯。你登出游戏之后，然后发现，自己不是游戏里面那个人物，然后原来自己原来是玩家，并不是那个人物。等一下插一下话，你登出是开悟，开悟是回家吗？不是回家。不是回家，是在回家之前，可能在门口。呃，这么说好了，就是跳出游戏之后，发现自己是玩家嘛。那先发现自己是玩家。先发现自己是玩家，那再来就是你消化掉对游戏的执着，慢慢你对游戏就很淡然，然后就不太想玩，然后再把游戏关掉，然后走人，这时候才需要回家。就是说灵修的目的是什么？然后其实一般灵修其实就是在游戏里面提升等级啊，增加技能啊，甚至增加什么熟练度啊等等，是这些东西，但是不是真正的所谓开悟什么，那些跟灵修一点关系都没有，开悟跟灵修完全没关系。这个是大家不清楚的，大家想说我就是打坐，然后灵修，然后有一天我就会开悟，其实完全不会呢。你怎么修，你还是在游戏里面，你怎么开悟？你等级再高，你还是游戏里面的人物，你怎么可能变成玩家？不可能的。所以很多古时候到现在的那些古圣先贤，我们说佛陀好了，佛陀是怎么开悟的，怎么成佛的？他这个大概讲一下，佛陀他的一个心路历程，然后跟他的一个修行的旅程到底是怎样？他大概是这样，他是一个印度的王子，本来要继承王位的，那他这个国王很保护他，从小都不让他去看到一些什么生老病死啊这些现象。他一直觉得人生是很美满的。有一次他好奇，他从来没出过皇宫，然后就叫大臣偷偷带他出去玩，去外面游览一下。结果他出去旅游不得了了，看到民间有生老病死，然后有很多痛苦的现象，结果发现生命竟然有终点，人会挂掉。这个让他很震惊，他想说怎么会这样子呢？生命不是永恒的，然后而且还有很多的痛苦。那他就想说不行，我一定要帮助我的人民找出一个办法来，或者找出一些办法能够解决掉所有的痛苦，以及让生命能够永恒，不会消灭，不会毁灭。他就把他这个王子身份完全撇下，偷偷一个人带着一个包袱，然后就去外面流浪，就是为了要找到办法来解决这些东西。然后他就去了之后，他听说哪里有名师，然后有好的老师，然后修行很高的，他全部都去拜访，全部都去拜师，然后去学习。他在每一个老师那边都把他的法门啊方法都修炼到最高，甚至比那个老师还行了。那在这种情况下，然后达到最高的境界，然后发现都没办法解决生命的这些问题。他跟了很多个老师，然后他也找了一个办法，然后听说修苦行可以的解脱，然后他就修苦行，他就把自己在森林里面，然后打坐，然后不吃不喝，然后虫咬啊，日晒雨淋啊，这样，对啊，很辛苦啊，然后就这样子修，然后都快挂了。他发现这样下去就还没解脱，人就已经虚脱了，所以他就爬着疲惫的身躯起来，想找东西吃，然后就刚好有一个女人经过那个河边，然后看到他快虚脱的身躯，然后就拿那个羊奶给他喝，他喝下去之后，体力恢复了一些，他就发现这也不是办法。他花了很多年去找方法，发现世界上所有的方法，所有的老师他都跟过了，都修炼过了，发现完全没有用，解决不了生命的这些问题。后来他就放弃了。他放弃不是说就放弃这件事，他想说没辙了，没办法了。他就走到一棵菩提树下就坐下来，他就想说，如果我坐在这边没办法找到解决生命的这个办法，没办法去让自己解脱的话，我就死在这里吧。所以他就坐在那边不起来了，干脆想说算了，放弃了。但是他原本有一个很大的目标但是他放弃的时候，一放弃之后，这下不得了了。怎么说呢？他人生把所有事情就在那一瞬间放下来了，没事了，没事了。他终于停下脚步了。原本他往外一直寻觅，然后在那一刻他停下脚步，安顿下来了，就处在了那个当下，什么都没有，没有了想法，没有了目标，然后什么都没有，就剩下很单纯的存在。就这样子，在某一天的早晨，
然后他开悟了。所以这个就是他的过程，这也是所有灵修的人的一个过程。那这个过程到底是什么呢？就一开始前面，就是去一直修，然后灵修，然后追很多东西，我要有什么能力啊，还要开通什么啊，什么什么的。有很多不同的课程啊，你去学啊，去修，去练。然后你如果真的想去开悟的话，你会发现所有的办法、所有的法门，都没有效，都没有用，它都不是真正能让你解脱的办法。那所以这个就转回我们要谈的话题，就是说，其实如果我们想在游戏里面提升我们的等级，然后增加我们的技能，然后有很多办法，这些都是所谓的灵修的方式，然后都可以让我们提升我们的能量频率，可以变很高。这些就也有网友问说，怎么样提升他的能量，怎么样提升他的灵性？我告诉各位，就是说，提升能量、提升灵性，就是在提升我们在游戏里面的等级、技能、熟练度这些东西。我们可以把游戏弄得自己变很好、很广阔、很大，那我们能够去进入的地图就会很多，然后可以使用的技能就会很多。那但是这些全部都是游戏里面的事情，它跟游戏外一点关系都没有。所以这个就得到两个不同方向的事情。第一个就是说，我们在游戏里面把生命使用的非常的完美，我们变成一个很成熟的生命体，然后拥有很多的技能，然后我们有很高的频率，这个是一个方向。另外一个方向就是说，游戏其实游戏终归是游戏，我根本不需要去提升什么技能，我只要登出，我要的是真实到底是什么，而不是游戏内。所以这时候我去学习这些什么技能啊什么，全部无效，只要按下一个暂停键。在我们生命的这个流程，生命你把它比喻成游戏也好，电影也好，不管什么就好，按下暂停键，按下去。这时候我们就会发现，奇怪，一切的现象都只是我们观察的现象而已，我们不是在那个，我们并不是那些观察的现象。你按下暂停键之后，一切暂停了，然后你就会发现，其实我还存在着。你就才会发现你真正的身份是什么。你跳出来那个游戏，然后这时候你就登出了。登出了之后，你就发现原来自己是那个玩家，而不是游戏。这时候就有一个选择性出现，就是说，你要继续开开心心的玩游戏，那你就开开心心的玩游戏，因为你已经登出了，你是一个玩家，你可以很轻松的去玩这个游戏。然后另外一个选择就是，既然这是游戏，没什么好玩，我就慢慢对游戏淡出，我对游戏的执着，我慢慢用玩家的这种角度去看它，让它慢慢淡然，一切都慢慢的变得不重要了。慢慢我就把游戏关了，我就不玩了，走人，拍拍屁股就走了。那我问一下，所以登出前面是一定需要去灵修，或者是学什么技能？当然不需要。学开第三眼什么？完全不需要。所以没有开第三眼，没有什么开启松果体就还是可以登出。当然可以，就是所谓的开悟。没错，所以开悟根本不需要任何事情。那个开悟有分吗？是不是有小开、中开、大开什么的？其实开悟严格说起来就只有一种，没有所谓大中小。大中小只是一种你领悟上的方便，有点像我们跳进水里面，然后我们整个人淹进去，然后叫做大开悟。然后但是我们露出半身，然后叫做中开悟。然后我只把脚放进去，感受一下水是什么，这时候叫小开悟。大概是这样子的一个感觉。但是其实只有一样，你真正跳到水里才叫做开悟。你没有真正把自己淹到水里面，然后跟水融为一体，那不叫开悟了。那可以用一句话解释什么是开悟吗？用一句话解释什么是开悟，就是回归空无，跳出游戏。所以跳出游戏是还有信念吗？开悟还有信念吗？喜好什么的？是这样子。喜好在开悟之后，喜好只是我们所观察的一件事情。我们观察到。我的意识里面存着这些所谓的我喜好，我喜欢什么，我爱什么，然后我讨厌什么这些资讯。我看到这个存档，然后看到那些资料，它只是被我观察的一个对象，但是我永远不是这些资料。就变成说是只是观察的对象，就游戏里面的设定嘛。我看到游戏里面我的人物是怎么设定的，我的数值是多少，我偏向什么属性，这些就是我的人物的喜好啊。但是那些都是不能代表自己，那些都只是游戏的角色。没错，游戏角色的属性，游戏的一些设定，就是真正的我们其实就是一个玩家，在看着游戏的角色跟游戏里发生的一切。没错啊，所以这个就要问问读者，就问问观众们，你看这个视频，你到底想得到一些什么？
就是你到底是想成为一个很成熟、很完整的生命体，然后在游戏里面很尽情的、疯狂的玩得很尽兴，然后可以玩的场景很多呢？还是你真的想知道真相是什么？你跳出游戏，登出，然后体会真实到底是什么？我不想在这个虚假的游戏里面了，不管它多么美好，它就是假的。那如果你是这样想，那你追求的是登出，这两个要分得很清楚，然后再来谈说你要什么。重点是你要什么，重点是要什么，而我们可以分享给你们我们所知道的这两个，不管你选哪一个，都只是一种选择，都是自由的。那我们就可以去两个都一起分享，这样。没有错。我们就好像导游一样，可以告诉大家说，哪边有好玩的，可以玩一些什么这样子。在游戏之内，这些都是在游戏内的东西。就是这游戏里面有些东西，我们玩过，然后可以带着大家玩这样子，就是一同玩的。这是一条路，一种选择。我们这条路我们也会分享。如果你是想要玩的，不是想要什么登出的、开悟的，然后跳出游戏的，那我们就会分享一些，如何提升灵性啊，怎么做啊，有什么方法啊之类的，有些什么可以玩啊，有什么超能力、魔法什么可以开启的啊，这些都会分享给你们知道。